Chat 跟你说过15分钟后再来，或者呢过2天后再来，它真正的意思其实就是我做不到。但呢，他又不想直接拒绝你，因为 AI 的设定就是爱帮助人的角色，所以他天生就是习惯的跟你说 yes。他虽然能力很强，但是呢不懂得拒绝，也不会挑战你，有时候甚至还会误导你。所以看完这支视频之后，你要学会怎样从一个只会问问题的使用者，升级到成为一个懂得如何引导 AI 和训练 AI 的教练。接下来呢，我会跟你分享5个非常实用的方法，但很多人还不知道这个 advanced 技巧，怎样让你把一个 AI 呢调教成为一个真正能帮你解决复杂问题的专业伙伴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Terry。在商业最大的风险呢，不是做错事情，而是你还在用着旧的规则呢玩一场全新的游戏。现在呢，别人在研究怎么赢，而那些顶尖的玩家呢，在研究着规则本身。这个频道呢，就是带你看懂和利用这个时代的新规则。如果你也想摆脱一个低效而且忙碌，想要建立一个真正能够让你赚钱的系统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打开旁边的小铃铛。不要错过任何一个能够让你能力倍增、赚钱倍增的内容。好，我们马上就进入今天的内容。首先呢，我们要先改变一个最根本的心态。AI 呢，虽然是一个应用软件，一个 apps， 但我们和它沟通最好的方式呢，就是把它当成一个人，一个聪明、有能力，但需要被你引导的队友。你要掌握的第一个技巧呢，就是叫做 context engineering 上下文工程。这可以说是 prompt engineering 的加强版。很多人抱怨 AI 写出来的东西没有灵魂，不像自己写的。我通常会反问他们，那你有告诉 AI 你的风格是什么吗？所谓的 context engineering 呢，就是给 AI 足够多的背景信息，让它能够在对的框架里完成任务。普通人呢，一般上写普通的指令都会这样子写，帮我写一封销售邮件。照这样的指令AI 只会给你一个很普通、很通用的模板。但如果你想要得到更好的效果呢，那你就要用更专业的 context prompt 了。你可以这样子写，请根据我上传的这份品牌风格指南，参考这一份客户通话的记录，并结合我们最新的产品规格表，写一封销售的邮件。这时候AI 写出来的内容呢，就完全不一样了，质量和层次呢都会高出来很多，因为它不再是自己乱猜，而是根据你给的框架内的资料来做参考，然后去做创作。有一个小测试方法，我们叫它做人性化测试，把你给 AI 的所有指令和资料交给你公司的一个同事，如果连你的同事都看不懂，根本做不出来，那你就别指望 AI 能够做到了。接下来呢，和你分享第2个呢有用的技巧，思维链的推理 Chain of Thought Reasoning。 这是一个让 AI 输出的质量直接飞升的一个有效的技巧。它的做法很简单，你只需要在你的指令后面多加上一句话，在你回答之前呢，请先一步一步的告诉我你的思考过程。为什么这句话这么有用，这么 powerful 呢？因为大语言模型它生成的时候是一个词接一个词的，它不是先把答案先整理想清楚了再写出来。当你要求它先思考再做回答时呢，它会先把解决问题的逻辑、步骤还有注意点和它假设的先列出来，然后这些它刚刚整理过的思路呢，会变成它生成最终答案的上下文，让输出给你的结果更有逻辑、更加全面，而且更加精准。接下来和你分享第3个技巧，叫做少样本提示 Few Shot Prompting AI。 本质上呢，它就像一个模仿大师，如果你不给它例子，它就会去模仿网络上的平均水平，出来的结果呢，通常都很普通。少样的提示就是给 AI 一个好的示范，让它跟着学。比如说你想让它帮你写邮件，你可以这样子，你可以先找出几封你自己最满意、最能表达你风格的邮件，然后呢对这 AI 说，请参考这些例子的风格来写，效果就会很不一样。还有一个更厉害的方法，就是除了给他一个好的例子，再给他一个坏的例子。
告诉他这是好的风格，要模仿；那是坏的风格，要避免。这样一来一往的对比啊 ，AI 就有了明确的参照物，知道该往哪一个方向走，不该往哪一个方向去。好，接下来和你分享技巧是反向提示，我们叫 reverse prompting。这个技巧呢非常的实用。我们在带新人的时候啊，通常都会说一句话：有什么问题随时问我。就好像一个好的老板，绝对不会让下属不准问问题的。但 AI 就不一样了，为了当一个乐于助人的好帮手呢，它通常不会主动麻烦你的。就算它其实缺少重要的信息呢，除非你给它这个允许，我们叫做反向提示，就是你在指令后面加上这样的一句话：在开始工作之前呢，如果你缺少任何信息，请先向我提问。这样他就会主动问你了。为了写好这封 email 呢，我需要知道你们3个季度具体的销售数字是多少，可以给我吗？这样的一来一回呢，你们的合作就会从命令和执行变成了真正沟通和合作。第5个技巧呢，就是分配角色 assigning a role。 这是一个最简单而且它是非常有效技巧之一。在下指令之前呢，你可以先给 AI 一个角色或者一个身份，比如你不要这样子说，帮我评估这一段对话，而是呢，你可以这样子说，请你扮演一个专业的沟通专家，来分析这段对话，并给我建议。当你给 AI 一个明确的角色，比如说你是生物学家，你是一个资深的医生，或者是你是一个资深的记者，他就会立刻调动自己知识库里这个身份有关的所有信息、风格和思考模式，让他回答呢变成更加的专业、更加精准。所以请记住，真正会用好 AI 的人呢，不是 AI 的程序员，而是一个懂得提问、懂得如何去 prompt 的人。你的任务呢，不是去写代码，而是去引导、去提问、去反馈、去设定框架，把一个拥有无限潜能的 AI 呢发挥到淋漓尽致。希望今天我和你分享的这5个技巧呢，能让你对如何与 AI 合作有一个全新的认知。同时呢，更关键的是让你接下来用 AI 呢更加的专业、更加的高效，能够得到你要的结果。但更重要的是呢，你要赶紧去试。打开你的 ChatGPT 或者其他你常用 AI 工具 Gemini 也好，什么都好，选一个今天学到的技巧，自己去实践一下，你马上感受到它的差别。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所帮助，请你一定要点赞、订阅我的频道。我是 Terry On， 下一个视频我们再见。